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在线上继续一起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最近我们读到行有品后面这边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句话呢，我们已经做了4次的探讨了第一次我们从生命组成的层面来聊，第二次我们从意识的层面来探讨观察者的视角，第三次我们从科学的层面，我们说物质的层面、软体、电脑科学的层面都已经发展到一个层次了。接下来人工智慧还有各个科学领域，如果要突破的话，估计呢，必须要从意识与心灵的层面，看看如何将人的意识，甚至宇宙中的意识呢，跟我们这些物质和这些电脑科学的科技理论和产品设计连接在一起，才有可能做更进一步的突破所以第三次我们聊的是科学层面的角度来探讨3个境界的科学发展。那上一期第4次我们聊到了因果的层面我们一方面能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比方说水呢，物质的层面、气态的层面，还有更深层量子微观世界的层面3个层面的因果关系呢，如果按照目前科学的概念的话，最核心是微观世界的这种心念的层面，再来就是开始形成了这些气体的，但是呢，最后才成为了固体就是从物质的3个层面，从微观到巨观，探讨一个事物和现象形成的因果关系。最后，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很生活化的例子，就是股市、金融市场的价格涨跌波动一样呢，它的因果关系就可以分成3个层次。最明显的层次，我们翻动，那我们对比到金融市场，就是我们看到了价格的上涨或下跌，这是翻动嘛？价格涨了，价格跌了。那接下来第六意识开始去分析师开始去研究，开始去找理由，一个合理化价格上涨或是价格下跌背后一个合理的原因和推论，这就是风动，想要为这个价格找到一个原因。但后来呢，人家说一切的原因都是你自己去设定的，其实呢，背后就是群众集体的心中大家的对于价格高低涨跌的一种心理因素，去影响了交易的进出，去带动了价格。所以说，我们从从金融市场价格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来探讨，更生动的探讨这个价格波动，还有背后的财报背后的这些合理化的原因，还有呢群众的心理因素我们就可以从3个因素来看。那整体来讲呢，最核心的因素，我认为终究还是群众的心理不管群众的心理，每个人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你是根据什么因素去驱动的？是为了赚钱投机，还是为了看好未来的某些因素？但是总归一句，就是大家心中的那一把尺、那些看法，然后群体呢，去形成了这个最后的市场的波动的方向那这是以上是4次我们聊这一段话不同的面向
从生命的组成，从意识的观察者，从科学的发展和突破，从人心，从物质的因果关系、市场的波动，来聊这4句话哈。我们来聊这段话哈，我们尽量都是从比较重要性、比较关键性，而且比较实用性的层面来聊这句话的意思。那现在呢，也准备要来做个收尾了哈，把这段话收尾一下，进入后面的内容。这段话真的还能够聊的内容还很多。今天的话，我们就简单来稍微慢慢开始收尾哈。我不确定今天会不会收尾完，如果今天没有收尾完，应该就下一次就收尾了。今天我想要聊的就是说财富还有人生的意义哈。就是我已经要开始收尾哈，我就是闲聊一下。就是最近呢，我举一个例子。最近这个电子竞技嘛，游戏的这个领域呢，就是也有一些比赛。那其中呢，这个英雄联盟啊，就是这种电子竞技呢，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有人统计，目前呢，电子竞技在全世界的观看的群众市场呢，已经超过了这种 NBA， 就是美国的职业篮球。所以说，现在的电子竞技市场呢，在这个10几岁、20几岁的年轻市场当中，其实它已经越来越大了。那其中呢，有一个电子竞技，就是有一个选手叫做 Faker， 他是一个已经10多年都在这个舞台的一个算是电竞产业一个蛮经典的代表人物呢，我就举他的例子哈。他说呢，年轻的时候打电子竞技呢，赢比赛呢是为了赚钱，就是物质层面，为了赚到钱，希望能够改善生活。那后来啊，钱确实也赚到了。那现在呢，虽然说不是说什么非常非常的富豪，可是呢，经济方面也不缺了哈。那后来呢，他就开始，我看他都会读书，都会弹钢琴，然后会学一些东西。他说呢，他发现到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比钱还要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品格方面，然后他也很节俭，然后他也很谦虚，面对媒体采访，面对粉丝，各方面也很谦虚。然后他在呢这个电子竞技的领域呢，他开始呢会去帮助队友、帮助团队，等于是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有时候他会考量说怎么样子做，有时候用自己牺牲自己，或是说用自己的一些操作呢，来让团队整体最后能够获胜，就心态变得比较成熟。那从他这个，因为他目前也是28岁而已，其实很年轻。可是他刚开始进入这个职业的电子竞技的领域是才17、18岁嘛，10多岁。那从他身上我就有联想到，我觉得说人就是这样没错，很实际的。一开始人出来奋斗就是为了赚钱，追求的就是物质层面的成就。就是翻动，就是物质层面要有所作为，物质层面你要有所成就，要有一个东西出来，让人家看到说，哇，你赚了多少钱，然后呢，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成绩，比赛成绩，就是翻动的层面。但是呢，当物质层面满足之后，你看一个那么年轻的选手，他就会说，现在感觉人生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当然，这就是建立在说生存物质条件已经基本上有一定满足的情况下。当然，也有人物质层面永远都不会满足，他还想要赚得更多，也有。但是整体而言的话，人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刚开始是为了物质的条件改善物质条件，当物质条件得到改善之后呢，他就开始追求一些精神层面的，比方说人际关系之间。其他层面的一些价值感，就是进入风动的层面，就追求一些不管是才华，
不管是成就感，或者是读书提升自己的思维，提升自己的格局，或者是学习一些专业技术，音乐、绘画、艺术，从这些层面呢去追求另外一种不同的满足。那我就联想到啊，其实呢，古时候一些帝王，像一些皇帝，他们就是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呢，他们都已经拥有了。你说钱也有了，那你说才华呢？很多皇帝也都非常有才华，身边也都是一些很优秀的人。那当他们都物质层面跟精神层面呢都很满足的时候，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他们追求的就是进入到生命的解脱的境界。所以说，每个层级其实没有高低之分，而不是说追求精神层次就比追求物质层次的人高尚，也不是说追求生命解脱的人就比追求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人还要高档高尚，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人确实有不同阶段的着重点和不同阶段的挑战，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基本的物质层面的挑战，你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接下来你会想要挑战更进一步的，那往往就是精神层面的这些不同面向的成就感和不同面向的所谓的比金钱还要更珍贵的事物，甚至是做公益，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些都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成就。所以很多很有钱的富豪，他们后面都去做慈善了。不管你认为说他们是为了避税，还是为了说用慈善的方式来让财产转移给下一代，这些我们都不管。但是毕竟确实的呢，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身边，包括我们自己，也都会有这种念头，就是只要我们自己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呢，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也想要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动物。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确定的倾向，也是很多人的倾向。所以说，很多的富豪，当然每个富豪做慈善的动机不一定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很多的富豪呢，当他的物质层面满足了之后，他的其中一个选择呢，除了这些艺术品啊，除了这些东西，或者是追求权利以外，也有很多人呢，选择了往公益慈善的事业方向去做，甚至呢，他就说，以后我大部分的财产不想要留给子女，只想要留给子女他们够用的财富就好，90%的更多的财富希望能够回馈社会，或是希望能够像诺贝尔奖基金会这样子之类的机制呢，让去赞助、去贡献给其他更需要的人，或是说其他对这个世界能够有贡献、有帮助的人。我认为这样子的思维的转变是一种很正常的过程。那议论不已，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一辈子的时间就在这两个层次，就是物质层次，然后赚到钱之后就是追求精神层次。绝大多数可能99%的人是在这个两个面向、两个层次去下功夫的。但是呢，我们中华文化之珍贵，就是说，自古以来，包含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本身也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家庭出身的，那他也去研究过人生百态，但是最后都觉得那不能就近根本。他也想要去帮助弱势的人啊，他在他的王国的东南西北绕了一圈呢，就见识到人间有生老病死，他就在想说，要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能够去帮助这些人。某种程度来说，这就是一种慈善的思维，帮助出生的人，帮助年老的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养老。再来呢，帮助生病的人，
那这就是牵涉到了医疗保险这些层面，那还有帮助人最后一趟就是生命的最后一趟路这一段慎终追远这一段。所以说他认为说要根本的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多都并不就近，最后他才去找到了了脱生死的这条路线。所以说是要彻底的超越生命，了脱生死。换句话说呢，1%极少数的人，自古以来这些圣人呢传承下的这样子的精神，就是生命的境界，还有我们人所追求的事物。如果99%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当你满足了物质条件，最后又满足了精神条件之后，其实呢，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开始要突破，要往了脱生死，要找到一个就近根本的了解生命的运作，就会从这个方向呢去用功夫去探讨和研究。那这就是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潜意识，甚至呢自信智慧的领域了，就开始要发展这个阶段。所以说最后其实呢，我们现在人类的科学文明整体来讲，我们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娱乐文化这方面呢，其实都发展的非常多了，也发展的很成熟，每个领域都有很多的经验。所以呢，我观察到啊，其实现代人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这个回到传统文化的智慧里面去学习关于生命，关于这个最深层次的智慧。这个可能就是现在呢21世纪的趋势吧。那这也是回应到了整个六祖坛经达摩祖师释迦牟尼佛的宗旨，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最终找到了一个解脱之道，那传承下来到迦摄尊者，传到28代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又觉得有这个使命，他就将心法传到中国，传了5代之后，传到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又写了将他的说法内容整理成六祖坛经，传承下来。这个宗旨其实就是要引导大家呢，引导所有的人，当你们物质条件具备了，当你们精神条件具备了，当你们有一天想要了解生命的奥秘，了解意识生成的根本的时候，这个心法传承呢，就没有失传。那时候五祖弘忍传承给六祖慧能的时候，他就说了，以后佛法有辱大行嘛。他说留步将来，勿令断绝。你看，从释迦牟尼佛传到达摩祖师，传到中国，传到五祖弘忍，传到六祖慧能之后，要普传开来，就是不要将这个心法真传给失传断掉了。这样子呢，只要这个经典存在，法宝坛经存在，只要这些心法存在，有一天当人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越来越多人想要了解生命的根本的时候，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正法掩藏传到迦摄尊者，传到达摩祖师，传到六祖慧能的这个心法呢，就有迹可循，就有经典可以引导，就可以借指见月，让很多人去领悟生命的本源。不管你是生意人，不管你是科学家，不管你是社会的领导阶层，或者是你是公益事业的人士，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当你到了这个境界，想要了解生命的根本的时候，这些心法，达摩祖师的心法，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掩藏，他就在这边等待需要的人可以去领悟，可以去运用。所以说这个是最伟大也是最珍贵的地方。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了，剩下内容我们就明天再聊了，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